欢迎收看第984期北京不静音。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只专注于聊一个问题。我先做一个提醒，就是那些非常热爱于朦胧的粉丝们，今天这期节目可能你会感到有些痛啊。我先做一个提醒啊，因为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他的确切的死亡地点。为什么他的死亡地点那么重要呢？你从玄学的角度来说真正的那个死亡地点，他的怨气最重啊。那你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他的死亡地点所留下的这种蛛丝马迹，这些证据肯定是最多的。所以这也是在目前警方没有立案我们去追求真相的时候，要死死咬住的一个点，就是他到底是在哪里死亡的。因为现在网络上的谣言有很多个地方，我们今天都会一一给大家分析。首先呢，我给大家看一段视频。这个视频我这两天再次刷到当时吓了一跳。我以为呢是在北京的支持于朦胧的人跑到那个地方去集会，去喊口号，去闹事儿了。我以为事情变成这样了但是我再仔细一看，发现是一个3年前的视频是3年前白纸运动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宝格丽酒店的旁边在面对着京城大厦一会儿我都会给大家解释这些建筑的具体位置那么这群人呢聚集在那里去喊口号，要求解封等等。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视频。谎言要尊严，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不做奴才做公民。要新闻自由，要新闻自由，要出版自由，要饮食自由，要表达自己，要饮食自由，要表达。好这个视频呢，能看到大家呢是面对着这个京城大厦这个建筑，一会儿给大家讲然后当时他们喊的口号就是3年前彭载舟在四通桥上挂的横幅我就不在这里再去重复一遍了好，我们这个小插曲，我们接着讲于朦胧最早传出来的死亡地点是阳光上东小区，对吧？说是从这个居民楼去坠亡。那么这张图就是他当时是从这个窗口掉下来的。后来呢，也模糊的我们看到一些视频说是有人录下来的，他被倒挂在那里，然后他还非常痛苦的惨叫还在喊范小花救我，我手没劲儿了，这些大家都看到过，对吧？然后还有一张图我们放，这个是地面的情况有一张图是有一个疑似他的人摔在这个地面上是一个背影。那张图我们就不放了如果万一是真的，我觉得大家可能不想看到于朦胧的死状所以我们就放一张空的图给大家看。好，这2张都是在阳光上东小区，这本来是大家认为他死亡的地方，对吧？接着呢，就冒出了第2个有可能死亡的地方，就是这个红砖美术馆。红砖美术馆为什么被大家提及了呢？是因为画面中大家看这个是程青松，就是他在微博上发过这张照片，也就是说他去过这个红砖美术馆。那由于这些红砖美术馆在放盐田千春的展览这些红线什么的，所以大家就把这些感觉有些离奇恐怖的影像就和这个献祭等等结合在一起了，所以红砖美术馆就成了大家众说纷纭的一个候选地那么是不是这里呢？我们一会儿也分析好，这已经有2个地方了接着第3个地方出现就是798。798的这个 Cube 美术馆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可选地呢？是因为于朦胧曾经在这里打卡。那我们看日期他自己发的，
6月6日，于朦胧曾经在这里打卡。那么，并且呢，也盛传这里是于朦胧将在9月6日到12日去举行他个人摄影展的地方。这个我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去详细的讲这个摄影展了，这个也很重要。到底有没有这个摄影展？是网上的谣传，还是说是存在的，但是并没有实际举办？我们到现在也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摄影展的任何的前期推广海报，这是一个很大的疑点。有人说是为了办这个摄影展啊，是为了把于朦胧骗来。那这一点我们一会儿也会去分析啊，这个骗来到底真不真实啊？好，第3个地点完，我们说到第4个地点，就是这个宝格丽酒店。宝格丽酒店，我找到这么一张图，就是说于朦胧曾经去过那里啊，他肯定去过嘛这是他在那里拍的一张照片。然后在这个宝格丽酒店的旁边有一个启浩艺术馆大家看啊，现在已经有3个这种美术馆、艺术馆了，一个是红砖美术馆，一个是798这个 Cube 美术馆一个是这个宝格丽旁边的这个启浩艺术馆，这3个地点现在在很多媒体里是混为一谈的甚至有人说这个艺术馆和宝格丽酒店下面有地道相连，但是呢，由于这3个美术馆大家混淆在一起了，所以就有人说是798的 Cube 美术馆和宝格丽酒店地道相连。我之前做了一期节目辟这个谣，就说不可能，因为两地相距甚远，你是不可能做出这种工程的。那就有人说了，说的其实是这个启浩艺术馆和宝格丽酒店地道相连，这就是传出来的这张地道的照片。那也有人说于朦胧曾经在这里被迫做过直播，他拿的一个水瓶反的这个倒影也是这个地道。好，一会儿我们也来分析启浩艺术馆跟宝格丽酒店之间有没有地道相连。好，A、B、C、D 4个地方究竟哪里是于朦胧真正死亡的地方呢？我们首先要在地图上把这4个地方搞清楚在哪里。首先我们看看这个画面中间有一个 A， 红色的 A 这个圆圈这个地方，这个就是阳光上东小区。那么阳光上东小区就是在4环边上北京是一环一环的就是最中心的点是天安门广场、故宫这个是北京的中心。然后其实是没有所谓1环路的1环路你可以认为就是绕着天安门广场这一圈，这一小圈的路，那就算1环路吧一圈。然后再往外就是2环路，然后就是3环路3环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左下边有一个我标的一个 B 这个区域我一会儿会展开B 这个区域就是宝格丽酒店和刚才提到的京城大厦就是刚才大家看那个视频中人们聚集在一起的那个京城大厦和宝格丽酒店都在这个 B 区域，一会儿我会放大给大家看。为什么起名叫 B 呢？因为宝格丽的首字母是 B 嘛这个 B 区域，这个 B 区域旁边的这一条路这个环的这一条路，这就是3环路。好，那么 A 我们现在看到 A 往这个右上方这一条路一直往上走这一条这一条主干道是通往机场的，通往首都机场的路好，从 B 到 A 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是到了北京的4环路，然后 A 是阳光上东小区好，我们顺着这个路继续往右上方走到 C 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798所在的位置，是一个艺术区里面有非常多的美术馆，各种各样的，其中就有这个 Cube 美术馆就是在 C 这个位置。好，那么从 B 到 A 开车大概要15分钟左右，那么从 A 到 C 开车大概要12分钟左右，就稍微的近一点就是这么个距离开车。所以那天我辟谣的是说，有人说是从 C 这个地方，这个 Cube 美术馆到 B 这个地方，宝格丽酒店说他们下面有一条地下通道连着，这是不可能的这个距离是不可能的。那好，那个启浩艺术馆在哪儿呢？就也在 B 这个区域因为它跟宝格丽酒店挨着一会儿我们会细讲。好，接着讲到然后你看C 在往右上方，
这个圆弧就有点不规则了，这个是五环路啊，北京的五环路。然后从 C 一直往上往北，我们看到这个最上面这个红点标的这个 D， 这个就是红砖美术馆啊，就是那一堆红线，那个盐田千春做展览那个地方。这个就更远了啊，这个红砖美术馆距离这 ABC 就更远了。所以目前我的判断是呢，因为在红砖美术馆，除了大家很多人不喜欢那个展览的风格，以及因为不喜欢程青松，所以联想在一起之外啊，那么红砖美术馆目前直接指向说于朦胧可能是死在那里的证据是非常少的啊，这个我们首先排除啊，我觉得 D 是一个烟雾弹，这是我现在的感觉。好啊，我们现在我们来放大啊，放大现在这个左下角这个 B 这个区域给大家看啊。好，这是 Google Maps 里面搜出来的北京宝格丽酒店，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这张图是错的，因为很多人在海外他只能用 Google Maps。它没法用中国国内的百度地图、高德地图这种。那么我会在这张错的地图上告诉大家正确的是什么啊？我们看这张图啊，从左到右我标了红色的1、2、3、4、5个地点。最左边就是1啊，显示是北京宝格丽酒店所在地，这是错的啊，这个是错的。也就是说 ，Google Map 上搜出来的北京宝格丽酒店所在地这个1是错的。那么实际上宝格丽酒店在哪儿呢？在4这个位置啊，在往东啊，在4这个位置。那么启浩艺术中心也在4这个位置啊。具体这两个建筑是什么关系？我一会儿给大家放图啊。也就是说，宝格丽酒店和启浩艺术中心都在4这个位置。4这一片区域属于启浩集团。也就是说，宝格丽酒店是启浩集团在自己的这个地块上所引入的一个高端5星级酒店啊。那么除了宝格丽酒店之外呢，启浩集团还在这个4这个区块内啊，还有启浩中心和那个启浩艺术馆啊，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好，接着我们看啊，2是什么？2就是京城大厦，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一群人啊聚集在一起，那群人所在的位置就是3这个位置，等于他们是在这条叫新源街，这条街呢很窄啊，这条街很窄，那么对的是京城大厦的一个门，当然我们在视频里可以看到，所以这群人呢当时聚集在3这个位置，然后面向着2的这个方向，也就是说朝西，然后去喊的那些口号。那么那天晚上也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我说一点点题外话啊，正好是3年前我刚刚做这个频道，刚做到第3期就发生了白纸运动。那我在北京的一个朋友也直接去到这个现场，也就是刚才看到那个视频里，他也在里面在喊这个口号。那么他们当时喊完这个口号之后，原本的计划，大家看这个地图上啊，他们打算从3这个位置顺着新源街一路往南走，往南走就是3里屯路了。那大家看到了南边这个地图上啊，有一条蓝色的河，对不对？亮马河，他们就想就是过了这条河，然后继续往南。那从这个位置继续往南一直走，可以走到哪里呢？就是往西南的方向，可以一直走向北京的中心，就是天安门广场。他们当时这群人的最终目的地就是要走去天安门广场，大概要走2个半小时。那么我当时一直在苦劝我这位朋友，就是不要去，因为太危险了啊！因为中国共产党肯定会限制你们。那么果不其然，他们往南也就大概还没到东直门的时候啊，就被围起来了啊！因为这个地方啊，过了亮马河往南就是北京的使馆区，一大片各国的使馆，等于他们穿过使馆区不久就被警方围起来了，然后信号屏蔽车呀什么都上了。那么这个是还相对不错的一个结果，因为如果放他们到天安门广场，这个事情就会搞得更大，那他们可能会付出的代价就更大。
所以当时他们在没到东直门的时候，大概是被拦下来，于是他们就又返回来了，又原路很多人又返回来，返回到现在地图里3这个位置，然后接着大家看往北有一条叫新源南路，就是这个东西向的这条斜着这条主干道啊，他们等于顺着这条道一直往东走。往东走呢，就会路过4这个地块，然后再往东路过5这个地块，就是画面最右边。画面最右边这个5是昆仑饭店，是北京一个非常老招牌的一个饭店啊，非常有历史啊。当年王菲还没有去香港之前啊，在北京还没有很出名的时候，就经常去这个昆仑饭店去跳舞啊。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北京也没有太多的高档酒店，那么这个昆仑饭店继续往东啊，就是出了这个画面了，继续往右啊，就到了这个3环路上了，然后就是燕莎购物中心啊，也是北京非常老的一个购物中心。那么他们当时这个队伍就一直跑到那块去啊，最终就散掉了，一直搞到夜里2、3点钟吧。那当然了，后续这些人也都被陆续的逮捕。我那位朋友也是被逮捕啊，在关了1个月才放出来。放出来之后的状态就是到现在为止都不敢再说任何的话了啊。那么这是当时白纸运动啊，大家起来。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主要看这个4这个地块啊。4这个地块其实比较新啊，这个宝格丽酒店盖成到现在大概也就7、8年，是一个很新的酒店。因为原来啊，这个2我们回看到这个左边这个2啊，京城大厦。京城大厦是我从小看着它盖起来的，它是北京最早的2栋这个超高层建筑，就是它是50层啊，50层加。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往南一点有一个京广中心啊，也是50层加。这2个楼是北京当时最高的2个楼啊，之后才有了什么这个北京的 CBD 那一片啊。中央电视台那个大裤衩是吧？然后还有后来的这个中国尊。那么京城大厦是什么地方呢？就这个2啊，这个是中信集团的总部。中信集团的总部在京城大厦之前是在国际饭店，然后迁到这里啊，京城大厦作为它总部很多年。我曾经去过这个京城大厦，而且是上到它的这个50层的顶。不是顶楼啊，是直接在这个建筑的最上面，就是头顶上方就是天空了，所以就等于是一个从那个上面去往下看啊，看这个北京。所以那个时候是没有4这个区块的，是当时是我忘了是什么楼了，很矮的2、3个楼啊，一个小酒店吧或者什么，但是后来可能是被启浩集团给收购了这块地。后来盖成了现在的宝格丽酒店，大概是这么一个由来啊。好啊，我们现在来看看宝格丽酒店长什么样子。现在大家看啊，画面中间这个白色的高楼就是宝格丽酒店啊。我们现在这张图啊，我们等于这个机位是在南边，你可以认为是刚才看到的那条蓝色的河啊，也就是说大概是从南往北拍的，我们等于从河这个方向去往北望。那么白色这个楼是宝格丽酒店，然后在这个画面的左边啊，现在没有照出来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50层楼高的那个京城大厦啊。好，那么画面的右边，大家先看啊，这个最右边啊，这个棕色的啊这个楼，这个就是昆仑饭店，就刚才我们说的5号的那个建筑啊，这个昆仑饭店。好，我们回到中间了啊，白色的是宝格丽酒店，然后往下看，红圈圈出来的这个矮的建筑，这个就是启浩艺术馆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宝格丽酒店和启浩艺术馆挨得非常的近啊，非常的近。如果说他们下面有地道相连，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啊，因为原本这一地块都属于启浩集团。当然了，相对来说，宝格丽酒店和启浩中心以及启浩艺术馆是完全分开来运营的。那么他们对外宣传的这些建筑是完全独立的，互相之间也并不相通啊。但是实际底下是否相连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那么红圈画的这个启浩艺术馆啊，它是由安藤忠雄设计的啊，当然这个事情跟他没关系啊。那么好，这个启浩艺术馆，
我没去过，因为它是去年2024年才正式运营的啊。那我3年前就已经离开中国了。但是这个小小的建筑呢，之前也是早就盖好了，但是荒废在那里。我见过这个建筑，等于我在这个河边啊。我最后在离开中国之前，在北京的最后一段时光，我经常去这个河边，在这个边上走啊，在这个宝格丽酒店下面在走。那么这个建筑我见过，7号艺术馆，但是当时它并没有运营，所以我不知道它是打算干什么用的啊。去年它变成了这个艺术馆。好啊，那么他们之间有没有通道？有可能。但是呢，我们现在回归到今天的主题啊，于朦胧究竟是在哪里去世的 ？A、B、C、D 啊。我们再回到这张图吧，好说一点啊。最北边的 D 红砖美术馆，刚才我已经排除了它的可能性，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那么有人就说呢，为什么会有这3个美术馆牵扯其中呢？有人说是一个献祭行为啊，因为我们今天不讨论是谁害死于朦胧的啊，不是今天的主题，我们也不讨论他们是为什么要害死于朦胧，以及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段啊，我们只从死亡地点这个切入口去侦查一下啊，去突破一下。那假设是大家说的是一个献祭，那我觉得如果是献祭的话，为什么是在很多地方所谓的献祭完了，最后要跑到 A 这个地方，阳光上东，跑到一个人密集的小区去把它倒挂下来，然后去坠楼，这是很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如果是献祭的话，它有很多的要求，对吧？你如果是在一个这种有邪教气质的某一个展览或者一个艺术馆里面去做最后的这个献祭，那他的生命就应该是在那个地方去终止，对吧？那也就是说，他的生命应该是在 B、C、D 这3个艺术馆其中之一啊。那么更有可能是在 B 或者 C， 对吧？因为 C 是原本要举办他的个人摄影展，那么 B 呢，这个宝格丽酒店呢也传出了很多的疑似的证据，是不是？跟程青松啊、田海荣啊等等都相关的一些事情。B 和 C，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他先在 B 或者 C 已经死亡了，然后再被这伙人运回到 A 这个地方，假装成坠楼啊？这是一种可能性，对吧？但是如果你相信这种可能性的话，那就有2个矛盾点。第一个矛盾点呢，就是很多人把这个事情去引向中国的这个中共高层，对吧？认为是习近平或者蔡奇等人所为。我一直说呢，说这伙人的关系不通天。我在这个地方再去详细的讲一下，因为有的人说啊，怎么还不通天呢？都可以控制舆论啊，警方都可以不立案，网上舆论控制这么严格，他们肯定通天啊。我解释一下，我所谓的通天是指通到政治局这层关系啊，也就是说，习近平啊、蔡奇通到政治局委员的这一层关系，或者政治局这一层关系，我觉得他们到不了这一层。他们可能有一些人是红3代，或者家里有一些这种也当官啊，这些关系肯定都有。但是我觉得到不了政治局，这就是我所谓的他们的关系不通天啊。在这个地方纠正一下，因为我们这么想啊，无论是习近平或者蔡奇，如果真的和他们有关，就是他想要搞一场献祭，然后弄死于朦胧的话，那这个事情他可以轻轻松松的让于朦胧消失，他不需要就是在B 呀或者 C 呀或者在另外一个地方把于朦胧害死之后，再运回到 A 一个那么复杂的小区里，然后再去模拟假装他是坠楼意外身亡的。就如果是习近平或者蔡奇或者这个层级的人要干这么一出谋杀案的话，没有必要最后还掩人耳目假装坠楼，对吧？因为警方都不立案，你不需要做一个假的意外坠楼的现场，然后让警察过来出具一个说是这么一个报告，这没有必要走这个流程了，直接让他消失就可以了甚至有人说这个习近平在昆仑山有这个祭坛什么的，对吧？那你就拉到那个地方去去做成标本，或者去做成什么，你愿意怎么做怎么做，就不会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事实，对吧？
那么，好，另一个可能就是这一伙人，无论是在 B 还是在 C，把于朦胧害死了啊！你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啊，是为了拍这个虐杀视频放到暗网上去卖，然后这个过程中玩脱了，把于朦胧害死了，还是说他们就是一个有计划的献祭或者什么养小鬼或者一个什么仪式，邪教仪式啊？不管是为了谁的。不好意思啊，我这儿摁门铃来了一个快递啊，因为今天家里没有人，我们这个小狗狗啊也都在我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就暂停了一下啊，我看看能不能续上啊，不好意思。好，我们接着说完啊。那么如果是这一伙人在 B 或者 C 的这两个地方其中之一把于朦胧害死了，然后毕竟你如果在宝格丽酒店啊，或者在这个艺术馆啊，你怎么处理这个尸体呢？所以他们想出来的办法是回到 A 这个点，阳光上东小区去模拟，假装他是意外坠楼身亡。但是这样呢也有一个矛盾，那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个模糊的影像，于朦胧被倒挂在这个窗户外面，然后他还在那里喊话。然后还有人说，哎，于朦胧掉下去了，那就不是真的了，对吧？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活着呀。所以那会不会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在 A 这个地方玩弄于朦胧，然后把它倒着挂在那里，然后玩大了，掉下去了。掉下去之后呢，说人可能并没有完全摔死，对吧？之前有一个说法是把他送到了他们一个什么私人医院啊，去治疗什么的。然后从那个地方，私人医院在哪里我不知道，到现在没搞清楚在哪里。那么是不是从那里觉得没救了啊？觉得这个事情也没法收场了，于是把奄奄一息的或者在医院已经去世的于朦胧又第二次带回到 A 这个地方阳光上东小区，然后去就这样将错就错的去模拟，那就干脆说他是意外坠楼吧，有没有这种可能？所以这就是我提出来的这些疑点啊。那么 A、B、C、D 里面，我更倾向于认为于朦胧的真实的死亡地点在 A，这是我的看法啊。当然，你们如果认为是在 B 或者 C，这都没关系，这就是我们要追的真相。这就是我说这个真相非常重要，就是于朦胧的死亡地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信息。再说一遍，你从玄学上的角度来说，他死亡的那一刻，他的那个地点，他是冤死的，他的这个怨念最重，对吧？他就会有各种的灵异现象，是不是？那你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他死亡的那个真实的地点，那必然有留下各种的蛛丝马迹，各种的证据，所以盯着这个点去挖，也是会让我们更接近真相的。所以特别重要，死亡地点啊，今天做这个图也是啊，这4个地方，我倾向于相信是在 A 阳光上东小区啊。那你说宝格丽酒店，不管是什么那个水疗区啊，还是说有地下通道通到这个启浩艺术馆啊，他们在里边是不是就是他们私人的这些人关系网啊聚会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去喝酒、嗑药或者搞一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这也是有可能的，对吧？那么当然了，盯住 B 啊，宝格丽酒店盯住这个位置也是对的，因为毕竟是一个国际的5星级酒店，那你的这些监控啊，你肯定是有很多问题的。如果说假设啊，警方立案或者要求他们配合，这里边也是可以拿出很多的证据的，我觉得，对吧？所以盯住这2个地方会更好。然后 C 那个地方就是798啊 ，Cube 那个美术馆，现在的点还是说于朦胧有没有摄影展在那儿，这个也可以值得去挖啊。我觉得最不值得挖的就是这个红砖美术馆，这个就是只是因为程青松去过，我觉得这个美术馆目前没有什么太多的证据指向，可能是传谣言的人在那里啊，因为这个惊悚嘛，有这个展览红色的线什么的啊，就更容易往这个献祭上去，让大家有视觉上的印象。我觉得这个选项是可以先排除的。
好啊，最后我再给大家放一遍这个视频啊，我还是觉得很震撼。那天我一看，我以为真的是支持于朦胧的人又跑到这个京城大厦前面，又跑到这个3年前白纸运动在北京的白纸运动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发起的。我以为又来了啊，当然不是哈，当然不是。现在在墙内支持于朦胧的人是没有办法用这个方式聚集在一起的。我觉得有一点想在这个地方说啊，3年前的这场白纸运动啊，大家起来，当然了，最开始是声援乌鲁木齐那场大火去世的人，但是很多人愿意加入到，无论在上海还是北京，愿意加入到这个白纸运动，很多人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而呐喊，因为你喊的这些解封这些口号。疫情想让这个疫情过去，想让解封过去，其实也是关系到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因为解封了，他就可以出去工作了，就可以有好日子过了。他是完全出于自己的利益才愿意站出来。但是这次于朦胧这个事情，很多人中国人是不参与的不为他去发声的。为什么呢？因为跟他无关，他觉得娱乐圈跟他没关系你这些明星你们这些乱七八糟事儿都跟我没关系。我不可能像3年前那样，像支持白纸运动那样，我真正的站出去。我为了什么呢？对吧？就是说，你现在即便警方立案了，共产党迫于压力的要给出一个真相或者给出一个替罪羊，对我这个普通人又有什么好处呢？这是很多中国人会去想的问题。他想不到那么深，就是发生在于朦胧身上的事儿，有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OK 我觉得希望最后再放一遍这个视频可以让大家更加的感受到鼓舞我们继续的为于朦胧发声，继续的签这个联署，继续的去盯着这个真相去找我们看完这个视频就直接结束了感谢大家收看、订阅、分享。谎言要尊严，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要新闻自由，要出版自由，要表达自己，要隐私自由，要表达。再说2句他们最后喊的这些口号就是说，要这个不要谎言不要文革不要独裁要新闻自由要表达自由就是这些要什么习近平类似这种让他下台对吧？OK 吧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拜拜。